高雄在地人閒聊，小東南亞崛起，100億都更加移工商圈撐起租金，高雄車站房價要起飛。先說結論啊，你有空的時候，你可以去南華街逛逛，在火車站那邊南華街前站，那也蠻多異國美食的，也可以順便看一下接下來都更的狀況。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奶油風的裝潢要怎麼做，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火車站前出現了小東南亞。這是我們來閒聊，就如果你最近在周日有經過高雄三民區，從建國2路走到南華路，你可能會有一種時空錯亂的幻覺，因為就街道兩旁就換成了什麼印尼文、越南文、泰文，那空氣中也會飄着那些就東南亞料理的氣味。對，這裡就是高雄的小東南亞。如果你想要來逛逛的話，可以參考這張圖，這上面標示的餐廳有些已經搬家，因為這個是2021年的圖片，那個還會辦很多節就是移工他們慶祝的節日，所以你就大概去看一下位置就好。而且如果你是周日去的話，你可能會懷疑说，這個是發生什麼事怎麼都看不到幾個台灣人，滿坑滿谷都是東南亞人就是外國移工都會在假日的時候來這邊逛街，而且也有東南亞的超市。那個東南亞超市你沒逛過的話，你進去逛一下，那個東西蠻便宜的，真的那可以讓移工朋友們買到自己國內的商品，以慰鄉愁啊。然後衣服啊、保養品什麼的。我們講一下小八卦你有沒有注意到移工好像每到星期天就會特別多聚集在一起？你不一定要在高雄你只要禮拜天經過台北車站或是什麼什麼中壢這就有點約定俗成首先是很多工廠禮拜天是休息的嘛，所以工廠的移工就放假。另外家庭看護這種工作在勞動契約裡頭也會規定每周要休一天，那雇主當然就直接定周末嘛，看是要禮拜六還是禮拜天。那再來菲律賓移工的宗教信仰大概是天主教天主而不是基督天主教是要做彌撒的所以要有一個教堂嘛那有漂亮教堂的大概都是天主。那每個禮拜天上午都會去教堂參加彌撒，那做完禮拜以後就順便就跟朋友聚會，都聚在一起了。那自然而然大部分移工的休息日就不約而同就給他定在星期天但這樣一來又有另一個現象，因為星期天怎樣，銀行沒有開啊。那這群來台灣打拼的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錢匯回老家，所以就变成說我們剛才講的那種東南亞超市會經營一些匯款業務，跨國匯款就是你只要給他現金跟身份證，他就能快捷的將錢匯到國外指定的賬戶。這也蠻複雜的，這也不是說他就是做銀行的事情，當然我八卦的時候我再好好講。這種地下匯款的方式當然是不合法，而且規模相當龐大，真的很龐大你看這個新聞標題就好，光是2023年走這種地下渠道去匯出去的金額就超過500億500億。再來你要知道高雄車站怎麼了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說高雄車站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會變成逐漸不是說現在就是逐漸變成小東南亞。本來的人流呢，在講這個之前，我們要先聊一下以前的高雄火車站老高雄人都知道90年代的建國2路，反正就是電腦街，很多年輕人就是跑來這邊挑零件啊、組電腦啊，整條街3C 店林立，人多到不行。台北就光華商場嘛，高雄的話就是火車站電腦街嘛。後來就遇到市場改變那燦坤啊，還有原價屋啊，大家開始就買筆電啊、手機啊，再加上 PC Home、Momo 這種電商平台的興起實體店面利潤就整個冷清下來就對了你现在去看以前像我讀書的時候，我去看那個建國2路，確實很熱鬧。然後現在的話就蠻冷清的，真的是蠻冷清的。再加上鐵路地下化工程，這一做10幾年那站體改建，周邊交通就很混亂啊，路過的人潮自然越來越少，店家就斷了租金越來越便宜。簡單來說，就是高雄火車站附近的商圈沒落就對了，就是沒落。但是在這種背景下，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跟泰國的移工，趁着租金便宜，他就開始怎樣大量進駐。他們不只填滿空下來的店面也帶來了全新的消費文化跟商業模式。原本單純的3C 商圈，現在就變成多元族群混雜的東南亞經濟圈。最後你要知道，對當地房市的影響
那我們也來聊一下東南亞移工商圈形成以後對高雄火車站周邊房市的影響是好是壞。先說結論，利大於弊。東南亞移工進來以後，這店面也不會再空着，整個區域也會開始重新熱鬧起來。那要對比的話，我們就可以參考台北火車站後站的華陰街商圈。華陰街，就華陰街這邊啊，2000年以前是很熱鬧的，有賣各種零售的東西，而且那是大盤商哦。最早還不叫電商，叫網拍的時候，那邊大概就是進大社貨用的哦，還有什麼皮件啊、飾品、武器材跟玩具都會跑到那邊買。那現在怎麼樣？你去逛一圈就知道，真的很冷清，就是一個商圈沒落以後就是長那樣。沒落的商圈生意最好的應該就是便利商店都這樣。當然你說高雄車站周邊這邊的房價你要飆漲，短期之內看起來不太可能，這個短期是5年一定是比不上北高雄啊、巨蛋商圈啊、漢神三館啊，或是亞洲新灣區啊這種政府全力做多之處。但是它的優勢是租金報酬是非常穩定的。為什麼？因為移工商圈的消費剛需啊，無論景氣好或壞，移工都需要匯款啊、剪頭髮、吃飯啊，所以這裡的空租率算低。而且高雄火車站最近也傳出一個好消息就是專4、專5這2個大型都更案已經完成簽約，總投資規模95億。基地是1933坪，直接講就是它2034年2034預計完工。這個車專4、車專5這個規模就做起來，你可以這樣想，就是復甦高雄火車站的商辦的人口，還不是說店面的人口，就那邊以後上班的人會變多。你看2棟樓能裝多少人？那附近的吃飯或幹嘛，當然就會起來嘛。而且它就在火車站所以它還可以吸納到外縣市的人，大概就屏東屏東搭火車到高雄上班之類的。可是你看，它就2034才完工啊，2034完工然後再加招商，大家進駐，弄裝潢有了沒的，不是2035、36。如果它真的要紅起來的話，也是2035、36、35、36呢？那是不是距離現在10年？對啊，所以你看我的會員影片有拍這個嘛？你要放個東西放10年會變成說怎麼講都對。我就說這裡會漲，可是我沒有說那個漲10年後、20年後。10年後、20年後漲了，然後我再來跟你說，你看我當初我就說了吧，你覺得負責任嗎？所以現在我們的最佳解就是5年嘛，因為房地合一 2.0 的關係，所以我們就是都抓5年以5年來說，先不用看到高雄火車站去，這問題是相當複雜。你說，可是臨近的倒數5年它就會紅的情況下，我去買不就貴了？對啊，我現在就買我提早10年布局不是便宜？好，那你去啊。我們這種平凡的小資平凡的中產階級，我們沒辦法忍受那種錢趴在那邊，你要買那個不是那樣等的啦我們還是計較資金周轉的效率所以我們就是5年倒數5年倒數這樣子一檔一檔做就可以了。好，然後再加上本來高雄火車站的地理位置，這裡的房市前景不會差真的不會差。而且你看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建商捧6.4億現金搶高雄車站前400坪的角地，在地房仲鋪房價坐4萬5，其內有沒有坐4萬5，50幾的都有那邊新的大樓，反正就已經有建商準備好要來這邊推案了。所以整體來說，高雄車站周邊的商圈，因為東南亞移工的進駐，已經會從單純聚會的場所變成帶動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從房地產的角度來看，也讓原本蕭條的商圈有了新生命。老房子也不是說空在那邊而是隨着未來高雄火車站附近的都更一個一個啟動，重大建設陸續到位以後，還有那個高鐵進高雄以後還有那個高雄高鐵站對不對？就可以帶動這個本來的商圈繼續升級，我們也可以期待一下未來的表現。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高雄火車站的周邊東南亞移工商圈的形成歷程，以及為什麼每到星期天就特別熱鬧。我們分享了東南亞移工的進駐，不僅填補了商圈控制店面，也帶來新的消費模式，以及未來透過都市更新案對當地房市的積極影響。結論就是高雄火車站周邊，因為東南亞移工商圈的出現，讓商圈重獲活力，房市前景逐漸明朗，算是值得期待。但是時間太久了，我要再強調一次，時間太久了。你真的要布局你真的要自產，你就是看我的那個會員影片，我自己也在弄這不是說我們講一個，然後我鼓勵你去做，然後其實我自己都躲在後面，不是我自己來弄。我自己的劇本就是5年5年反正你一個東西會紅，我們倒推5年再去就好了。買比較貴就比較貴那個是買一個確定性。現在進高雄火車站現在就來做高鐵進高雄，
沒有不行啊，你就活到2034、35、36年，怎麼不行？只是說使用的效率周轉的效率會比較低。我的態度是這樣，所以你真的要關注，你是看我的會員影片都很準都是近期就會往上跳，那個近期大概5年內。好，最後我想問你，你喜歡哪一種東南亞美食？越南河粉B 印尼爪哇飯C 我還是喜歡台灣熱炒。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自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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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自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先說那個匯款，這個也是我以前前輩講的真假我不知道。就是說，你看他在賺的是台灣的，雖然是移工賺的是台灣的錢，台灣的錢他要怎樣？他要匯款回自己的家鄉走一個地下匯兌，禮拜天銀行沒開，所以他去找地下匯兌，地下匯兌也沒有那麼高明說真的，那時候我接觸到的是說，這個人要來台灣之前，那家裡都會打點好就是他那邊會做好溝通啦，這個跟等一下匯款有關。他的匯款真的不是說什麼跨境這樣子給他匯過去，而是說什麼？而是說，好，你這個人反正我們都老鄉，我也知道你那當時都有做好檔案 ，OK， 你現在給我台幣15萬，你不要覺得移工怎麼有台幣15萬，具有嗎？他們加班黑工成那樣，廢棄物沒有，都叫他開車去倒，他被抓到遣返再給一筆錢都這樣然後那個移工15萬，他要匯回家鄉。那就是說，台灣的窗口這邊確認登記15萬，然後當地就給他家裡15萬，他們當地的貨幣，這個錢沒有真的打過去，就用換了，你知道 A 點 B 點，我確定 A 點收到，好，那我 B 點我就給你，就這樣那這些地下匯兌的窗口，他拿着海量的新台幣，就看他要去做什麼事情嘛，也可以做地下匯兌都在做了，他們做的放款或者是什麼，他有怎樣嗎？反正就是這樣。就是說金流不用真的走銀行體系這樣打過去，就是這邊確認，有我有收到15萬，那你打等值台幣15萬的越南的錢給他的家人就這樣就完成了。你某個角度看，這不是洗錢嗎？就是洗錢啊，所以現在要做管制
那500億的匯款流向，這個也是真的哦，但我不知道，這以前前輩跟我講的故事。然後還有高雄啊，火車站啊，高雄火車站其實也是一個重大建設連發的地方，從鐵路地下化。鐵路地下化是已經好了，然後好到現在大家很無感哦。那時候鐵路地下化多厲害啊！鐵路地下化快1000億新台幣的重大建設，我會說好險已經做完了。如果發生在現在缺工缺料，你看又 GG 了。那現在鐵路地下化哦，就是拆掉高架橋，像高雄火車站那個中博高架橋哦，中山路、博愛路、中博高架橋，這一路貫通過去到鳳山，還是有一座橋沒拆掉哦，那個叫民族路橋。為什麼？那個橋底下哦有機林地。沒有談好哦，沒有談好那個徵收的價錢，不然民族路橋也要一起拆哦。總之就是，然後現在還有車專4哦，車專5，然後還有高雄車站自己的招商案，一棟是商辦百貨公司，一棟是旅館哦。然後百貨公司現在他自己的招商還有第3個叫高雄車站站體裡的營運哦，站體裡的營運剛標出去嘛，環球嘛，那個環球不是 Global Mall 就是車站網嘛，板橋車站哦，南港車站這不是都是他好。百貨公司那2棟白色的那一棟還沒好，旅館也還不知道會是誰。高雄火車站旁邊那一大塊空地就是71期市地重劃區的這個案子，這個我有拍影片會有影片那日盛生這個集團要在那邊造鎮，現在又不造了，缺工缺料營造成本上升等等，反正就要等。如果我是日盛生，我也要來凹，對不對？我就來凹嘛，因為我現在就很知道，我那時候71期市地重劃我他媽弄下來造鎮以後。缺工缺料，成本開始飆高，這是一回事。但是後面通過了什麼高鐵進高雄，那我就是臨近我再開發就好。你自己看高鐵進高雄，一個高雄車站它有台鐵火車，它又有高鐵然後還有客運站就在附近嘛現在是客運站都他們自己去租店面自己弄，以後說會弄一個客運專區，然後還有高雄捷運。然後我是旁邊的新房子，這怎麼輸是我也要熬。你看，所以我說週期這件事情一個重大建設確定以後，你往回倒推，你不用現在就進去，連建商都沒有想要現在進去發展是有但是就是要等，反正我就顧嘛。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個人沒發生什麼意外的話，那我就拍嘛。等到倒數5年那我就來拍這個會員影片帶來給你看。總之就是這樣。今天的重點是在講移工，移工最近還發生了一個新聞叫做移工刮刮樂中了多少？1200萬。新台幣中了直接原地退休呢？你說1200萬怎麼敢退休？人家越南啊，他怎麼不敢他們鄉下的地方那個真的很鄉下，我不知道，我用 Google Map 看的，就這樣啊我去看討論很誇張大家是憤怒比較多說我們台灣我們自己的樂透怎麼可以被外國人贏走我的錢？因為他自己買他沒中，但是就這樣啊，刮刮樂啊，認券不認人啊。這就移工啦你也不要去唾棄移工、看輕移工或幹嘛。我們現在是需要移工，因為我們這些工作，我們台灣年輕人就自己就不做。你看一邊在那邊說什麼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一邊我們又要叫人家去開放移工，就怎麼會有這種落差？你不是缺工嗎？那為什麼年輕人會說找不到工作？就奇怪。反正就是這樣，那就是抄新加坡的作業嘛。那抄新加坡的作業，我跟你講，東南亞商圈一定就會越來越發展起來，像中壢那樣，中壢那是真的很誇張，那一整條街好像都是菜市場，然後全部那個菜市場攤販賣衣服，紙板上直接都不寫中文了，是真的很誇張。高雄也有可能會變成這樣，而且這個可能幾率很大。那我個人的判斷是說，你不要講高雄啦，6都都一樣，沒辦法，因為我們台灣就是需要移工，那他們的宗教關係就是會聚集在一起，附近就自然而然就會興盛起來。南華那邊不是南華商圈到市區到中正路那邊而是就出高雄火車站那邊的南華街那你先去走走看，看你喜不喜歡吃啊？在哪邊？在中和那邊不是有一個叫緬甸街嗎？我不知道東南亞的食物對我來講那個口味都很重啊，所以我沒有很喜歡東南亞的食物。可能他們天氣很炎熱還是怎樣，就要很辣就要很酸或者怎麼樣，我自己是沒有那麼喜歡。但是如果你想要嘗鮮要試試看那種店開來服務台灣人嗎？屁他們就是開來服務自己同胞了，所以那個就是家鄉味，就很像我亂講假設我們現在去美國去做工去做幹嘛，然後放假的時候我們去廟裡拜拜，美國有廟可以拜拜，是我也要去拜，對不對？為什麼？因為那邊可以見到老鄉啊，講幹話或者幹嘛。好，那我就去那邊，然後那個廟旁邊有賣台灣的臭豆腐，不是美國臭豆腐是台灣的臭豆腐讚，對不對所以你要吃原味，你就去那裡吃。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
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